网络化时代，每隔一段时间总会产生一些新词汇。近来，伪精致一词就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，与该词具有同样含义的还有隐形贫困人口，他们指的是同一个群体。这类人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起来生活光鲜、精致无比，但口袋里却空空如也，吃土是常态。伪精致最先开始出现是在大学生中，指明明没有收入来源，但是吃要吃最有机的，穿要穿 Prada 定制版的 YSL 限量版的 MAC， 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涂上阿玛尼的粉底、纪梵希的眼影，然后在吃精致的西餐的同时，选好最合适的角度摆拍一张，发朋友圈，完毕。他们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嘛，就得过得精致点。但是风光的背后，他们的人均负债率算下来其实是非常高的。据说有些大学生，他们的负债率达到了3万块。高额成本下的包装精致就是伪精致，其实他们的内心早已生灵涂炭。这样看来，伪精致这个词其实并无新意，不过是给虚荣心过度消费换了个包装而已。大家常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因为每一代人之间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，网络才刚刚兴起，而伪精致就已经存在了。过去不少学生在宿舍里的生活可能乱七八糟，不爱搞卫生，可是一出门就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整个像是换了一个人。这样的人几乎每个宿舍都有。如今微信朋友圈成为一些年轻人社交的重要平台，不少年轻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建立积极向上、精致美好的人设，而现实生活里却一团糟。同样，大学生超前消费恐怕也是每个时代的共同话题。当年我们身边总有些人省吃俭用，以此满足自己经济上难以承担的物质需求。10多年前，正值信用卡在国内大跃进的时期，不少银行都跑马圈地，在校园里设点办理信用卡，将大学生作为潜在优质客户群，办信用卡的学生慢慢多了起来。可是有不少大学生因无度刷卡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最终不得不由父母来还钱擦屁股。事实上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，人性的弱点并不能被完全克服掉。今天的年轻人和过去相比，真正的差别也许是他们生活在媒介化时代，网络技术的进步将人性的弱点放大到极致。其实在过去仅有广播和电视的时代，单一化、单向度的媒介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。明星的光鲜生活不就是由电视媒体塑造出来的吗？厚厚的粉底往往是明星们最简单、最直接的包装，卸了妆后，他们也可能只是一个路人甲大众脸，走在马路上，别人也许都认不出来。电视那个小小的方框，给我们所呈现的也只是整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。普通人只能看到明星们光鲜的一面，却不知道有些明星的现实生活实际上一塌糊涂。如今进入智能手机的时代，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媒介的世界里。在人机融合、双向互动的媒介化世界中，形象塑造已经从过去由第三方的媒体人主导，完全转移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。我的形象我做主。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对自己形象的理想化期待，每个人也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点赞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并不能完全达到心目中那种完美的状态。于是乎，各种美图、美颜软件的出现，帮助我们掩盖了缺点，满足了我们也想成为明星的欲望，让我们游走在虚幻和真实的生活之间。不知何时，精致和仪式感成了一些人的生活标准。前几天，几名研究生就因此走红网络。为了追求仪式感，他们花了近万元改造寝室，羽毛、串灯、纱帘，这都是改造后仙女寝室里的物件。然而打脸来得很快，没过多久，中国消防微博账号指出，该寝室改造有消防隐患，勒令其核查处理。随后寝室装修被悉数拆除，但在安全问题被指出前，网上铺天盖地宣传的是几个女生花了昂贵的价钱制造仪式感，打造出了仙女寝室。这种对精致感的追求一时间成为被吹捧的焦点。
光鲜表象下，是把物质和外表变成了生活好坏的标尺。伪精致正变成摆在年轻人眼前的陷阱。人民日报曾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做出总结：能买吸尘器就不用扫帚，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，100块钱一张的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，口红2-3支不够，要集齐全套，租房的独立厨卫还要带落地窗。追求美好的生活本没有错，但所谓的美好却可能只是表象。Instagram 有一位网红，社交网站里的他总是吃着摆盘考究的食物，住在一尘不染的家里，不时和朋友一起聚会。这样的生活让他在网络上备受追捧。直到一档综艺跟拍了他的一天，人们才发现他现实中的生活和社交网络上呈现的完全不符。为了把食物拍出美感，他只选择适合拍照的食物。房间很少收拾，凌乱的连找到站立的空间都困难。但拍照时，只要把东西全推到一边，露出干净的一角，看不出来就行。和朋友的聚会是伪造的，点食物都点2份，让照片里的自己看起来有伴。精心打造出来的美好，或许能让不明真相的人羡慕不已。可戳破虚假后，只有自己知道真实的生活有多糟糕。察觉自我价值的定义。在 TED 演讲《诚实面对自己的金钱问题》中，理财师 Tammy Lally 提出金钱羞耻的概念。人们总是相信我们的银行余额等于自我价值。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出现为了凸显自己的价值，打肿脸充胖子，也要伪装过得很好的情况出现。Tammy Lally 认为，人们应该放下物质对自我的束缚，抛弃金钱羞耻。只能负担100块的生活，就不要硬扛1000块的日子。能无畏地说出我可能承担不起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勇敢和解脱。伪精致之所以会掏空中国年轻人，是因为其背后的消费主义陷阱让年轻人深受其害。2019年1月13日，国内首份全景呈现中国90、95后年轻人消费信贷现状的报告《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》中表示，86.6%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，但是42.1%的年轻人只是用消费信贷并且当月月还清，因此减去该部分年轻人，实际负债人群为整体年轻人的44.5%。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及负债率为41.75%，只有13.4%的年轻人零负债。伪精致背后是消费主义陷阱，以物质为衡量标准的伪精致大行其道，背后不只是人们对于物的追求。在朋友圈晒出刚买的大牌口红，想传达的不是我买了一个商品，而是我有消费名牌口红的经济实力。即使买这支口红攒了很久的钱，亦或分期购入，都不重要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据某消费贷款产品发布的2017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，中国每4个90后中就有1个正在使用网贷产品。如果说通过物质得到满足感是伪精致盛行的内在原因，那商家、媒体传达的物质至上概念就是那个推波助澜的帮凶。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广告、影视剧都在告诉大众，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，做男人要舍得花钱。一个精致的女人该用什么护肤品，背什么包，佩戴什么首饰，早就被广告做成了模板。奢侈品因此不断被吹捧和追逐，且逐渐低龄化。千禧一代购买奢侈品的平均次数达到了8次。93%的人都有购买更多奢侈品的打算。商家为了迎合消费者对仪式感的追求，更是煞费苦心。各种节日礼盒被赋予重要意义的纪念版套装，包装精美的限量版商品，这一切都被打上仪式感的标签。圣诞节，商场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，人们沉浸其中，以为这一切都是自愿购买，实际却受到外界的深刻影响。有学者指出，商品和商品之间
其实存在一条暗示意义链。当你买了一部新款手机时，就会被暗示需要一副高级的耳机搭配，紧接着又会被暗示一个配套的音响。消费就这样永无止境，盲目的以此指导生活，很可能掉进物质的深渊。看清旁枝末节，转换安全感来源。李银河说，在我看来，精致的生活首先是清醒的，不是懵懂的，即意识到自身存在的；其次是平和的，不是不安的；再次是喜乐的，不是痛苦的。许多人习惯把物质抬到过高的位置，过于看重细枝末节的讲究，以此来标榜自己生活得很好。可有时看不见的东西远远比看得见的更重要。刘若英在文章《一世得体》中回忆祖母对自己的影响，我会提醒自己脸上总要带上笑容，心中满是欢喜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唯有如此才是一切得体皆宜，这是祖母教给我的。他的祖母是将军夫人，衣食无忧，但却没少干活。刘若英说，祖母干的不是体力活，而是拼命做到得体2字。祖父是军职，家中出入的男士较多，祖母在家便永远形象端正，出了卧房门就是一身整齐的旗袍。得体不只表现在教养，更是细致之处的流露。待人接物，祖母也颇为淡定磊落。在某次参加丧礼时，祖母听到祖父的同学在背后议论祖父脾气太过要强，祖母不紧不慢地对当事人说，我家先生的确有缺点，但身为同学，您该当面提醒，而不是背后议论。这种得体是发自内心的从容和深入生活的习惯，愉悦了自己，也照顾了他人。内心真正充实丰富的人，即使脱离了物质，也可以过得美好。上海的金枝玉叶讲述了郭婉莹，上海永安百货公司4小姐的故事。郭婉莹物质富足，自小就读贵族学校，衣食无忧。但动荡的年代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。一连串重大变故后，郭婉莹家道中落，没有财富支撑的她，依然过得有滋有味，养不起名贵的宠物，就给儿子买了一只小鸡，叮嘱孩子好好养着。这样的事不胜枚举。他总说，要是生活给我什么，我就收下他们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事，那个时候一定不要怕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苦难没有让他失去光彩，反而颇有种苦中作乐的骄傲感。心灵富足才是好生活的真正底气。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比你更富有、更漂亮、更优秀。人人都不想落后，但以物质和外在作为标准，不会有尽头。一个人最美的时候，是开始真正成为自己。放下外在的物质焦虑，真正的精致取决于你由内而外的努力。远离伪精致，做到真精致。你可以精致，但请过得从容且自信。朋友小美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个长腿姑娘，走路带风的那种。之前有一段时间，星巴克的猫爪杯营销特别火热，小美不惜刷爆信用卡，买了几个不同款式的杯子，并全部发在了朋友圈。我问她，不就是个杯子吗？有必要刷爆信用卡吗？她回复我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一种情怀，做人呀，就得用最好的，不能亏待自己。因为透支消费，小美好长时间都不吃饭，各种省钱，生活费不够用，都是找我们店的。后来猫爪杯的风头下去了，小美办公桌上的猫爪杯再也没有动过，挤满了灰尘。有一句是这么说的，所谓的伪精致，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虚荣心在作怪。东西不管好坏，买了你就得用，将它的价值最大化。否则，不管再昂贵的东西，买回来不用，永远都无法装点你空虚人生。一个人真正的精致，永远都不需要用物质来装点。二精致的人，内心自有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和小美不同的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位女人，我跟她是偶遇，后来发现两个人之间很有缘分，于是结交成了朋友。她年龄比我大将近10岁，离过一次婚，但是她不像我认识的其他人，她的身上有一股独立的气质。
说话不急不缓，她的脸上永远都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我曾被邀请去过她家，她的房间很素雅，很简约，一切被她安排得整整齐齐，即使是不容易整理的厨房，都被她整理得很明亮。带着进一步的探索，我发现她基本上不用化妆品，每周通过4次的瑜伽来保持身体的活力。无需依靠名牌包包、新款口红、奢靡的机会摆拍发到朋友圈，她照样把生活过得风生水起。这种女人才是真正的精致啊！真正精致的女人心中自成一派，永远自信独立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月薪6000，攒些储蓄，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安逸中不乏斗志，那是本事；月薪上万，月月光，把日子过得紧衣缩食，一地鸡毛，那是无能。真正的精致不在外表多么华丽，在内心的富足和安康。不要被物质世界闪瞎了自己的眼睛，我们宁可过得简单一点，也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生活。没有人会真正在乎你，从今天开始多读点书，拒绝伪精致，过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。3. 别做伪精致的加码者。朋友圈晒昂贵包包、鞋子、衣服，去高端的酒店喝下午茶，日用品或生活用品讲究颜值而不注重功能，买的东西华而不实却堆积如山，这并不是只有比较富裕的人能做到，那些收入不高的伪精致人们也乐此不疲。这些的背后是透支的信用卡，1个月工资没几个钱，到手就全还了，有些还要分期个1年2年，有些东西甚至是租借的，拍完照片就归还，只为了当一个朋友圈里最精致的人，殊不知搭上的确是自己的全部。我的朋友曾经讲述了他上学时候的故事，他的室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伪精致女生，我们叫她红红好了。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，所以吃穿用度都是简简单单、普普通通，但是红红不一样，她的朋友圈总是充满着各种梦幻的礼物、精致的食品和耀眼的花束，看她的朋友圈完全是一个富家小姐。其实红红的家庭和大家差不多，都是普通家庭，也不是说有多么富裕，但是红红对那些名媛的生活非常向往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某些电视剧桥段的影响，她将自己的人设定为精致的富家千金，为了满足人设，她不惜租借礼服、豪车、鲜花，1个月的生活费基本上都用到了这上面，每到月底都要靠室友请吃饭。我的朋友说，因为红红总是这样，所以大家对她的行为也有过建议，但是她并不能听进去，还是我行我素。为了好看的朋友圈，她甚至能做到大冬天在零下10几度的天气里穿着纱裙去拍照。一次，红红为了拍豪车的画面，选了一台高价租了1天，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如期归还，但是违约金就扣了她半年的生活费。可即便如此，红红还不收手，透支着信用卡，继续在朋友圈里当富家小姐。你知道红红最后怎样了吗？她欠钱太多，家里好不容易才给还上，而且学分没够，留级1年。就这样，朋友圈里的伪精致小姐回到了生活中朴实的女大学生。所以别做伪精致的加码者，别让伪精致冲昏了你的头脑。4. 做真正精致的人。上次我还和朋友讨论，怎样算是一个精致的人呢？我的朋友说，你要做到以下几点：脸好看，会化妆，会搭配。可我对此持不同意见，虽然我同意上述3个答案，他们的确会让人显得有气质或是精致，但我还是认为精致的感觉不单单是靠眼睛获得的，人不是平面图片，哪能单靠一张脸或是一身衣服就下定论呢？为什么有些人一看上去就给人一种精致的感觉？比如我们的学院教授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导师，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，但是用精致来形容他们毫不为过。我的导师个子很高，虽然快到了退休年纪，但他依旧每天精心打扮，步履缓慢地走进教室向大家问好。他总是拎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，里面装着教案讲义，大学几年都没见他换过。他说话的时候语速缓慢适中，听着很舒服。如果用一个词语形容他，那就是优雅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精致的人。所以我认为精致来源于以下几点：整洁带来的舒适。比如当我们说这个人的妆面很精致，
那一定是整洁的，拿着眼影乱涂一气，即便眼影的色调再好看，也不能说是精致。整洁带来的舒适感是任何附加产品比不上的。行动展示的气质，人是立体的，与人相处就必定会有行动、语言上的交流，而一个人在这些方面展示出来的，往往是最真实的。这个人说话什么样，声音如何，节奏是急是缓，语调是高是低，走路是匆匆还是从容，对事件的反应如何，这都影响着我们对他的判断。这些方面会展示出来人的气质，从而让我们判断他究竟如何。读书积淀的底蕴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读书带来的往往是底蕴，让人不空无一物，轻飘飘。读书多的人自然会透出文化二字，这也间接影响着言谈举止，让人更有涵养，更显得精致。身边伪精致的朋友，建议赶快远离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真精致起来，并非靠外物展示在那一方平面之上，而是应该360度无死角。打开手机，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想要学会如何去花钱，简直太容易了。不用你自己思考，全网的人都在教你如何花钱，但是却没有人教你如何控制消费，告别伪精致，在能力范围之内，合理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毕竟那些透支消费的钱，从借贷里面提前支付出去，总有一天也是需要你偿还回来的。天下没有免费的透支，后期的你要拿什么填补？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，每月拿着3、4千的工资，却硬生生把自己过成了年薪几十万的模样。看见别人出国旅行，自己也要掏空腰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看见别人买了香奈儿、LV， 自己分期付款、借贷买账也要拥有。仿佛这样的生活才算是对自己好，才算是过自己经营的精致。他们花起钱来的样子，像极了实现财务自由的模样。其实究竟口袋里还有多少可支付财产，存款单上有几串数字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清楚。告别伪精致的消费观念，学会极简，少即是多。那种超出自己消费水平的精致，硬生生的追求，只会掏空自己。更何况外表精致，不如内心真实、充实和踏实。告别虚假的精致以及超前消费的观念，别让你的伪精致毁了你的人生。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不要为了虚荣，整日把钱花在与别人盲目攀比的心理上。那些懂得生活本质的人，都开始从删繁就简，从追求物质的极多，到追求生活的极简，合理消费，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投资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